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一部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荣耀80系列 AI Vlog 视频大师邀您观看精彩剧集。好吃又好玩，奥利奥邀请您观看《爱的28定律》。无糖零卡劲爽好喝的百事可乐无糖，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老马，外卖怎么还没到呢？啊，是不是不想干啊？恭喜你啊，秦律师，终于找到11楼的生存之道了。你教的好。哎，你后天有时间吗？后天怎么了？陪我去参加一个客户的新店开幕式。后天不行。哎呦，跟我也摆上谱了。没有，后天有一个婚礼要参加。婚礼有那么重要吗？挺重要的，没我不行那种。那你去吧。嗯。不是你还要怎么简单啊？那双方父母总得上台发言吧？不用。那父母总得上台送新婚礼物吧？不用。好，那我问你，你俩之间是不是得切个什么结婚蛋糕，交换个结婚戒指，喝个交杯酒呀？交换戒指可以保留，其他全免。那抽奖呢？我结婚，别人抽什么奖啊？不是，这位朋友，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告诉我，那你到底要干嘛？啊？那大家一上来总不能就直接开吃吧？这是办婚宴还是聚餐啊？我告诉你啊，结婚一辈子就这一回。我这个婚礼我能亲自露面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就别再要求我了。行，那我友情提示你最后一句：结婚当天必须用防水睫毛膏。为什么？哎，你新娘子总是要哭的呀。我一定不会的，谢谢你。行，嘴硬吧你就。你怎么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坚不可摧的承诺，婚姻也只是其中之一。白头偕老，
只不过是人们的误解。很多人的婚姻从最真诚的许诺，变成了最苍白的谎言，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的婚姻会从谎言开始，却变得无比真实。老七，往前走啊，没到地方呢，走啊！还没到呢，闺女，快走啊！没事吧？别怕，有我在。爸，交给我们吧。好。看着我，很好。深呼吸，放松。有没有好一点？来。走吧。你放心，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什么都不用担心。星星闭上了眼睛 Go away with you tonight 莫兰迪色特调了爱情还好有个人是你这一定是命运的赠予其实是错误的出场时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还好那个人是你，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看爱的定律而怕的陪伴，现在不算违约吧？如何选择或放弃？对爱的定义和只爱怕的定律，一句我愿意。Go away with me tonight。月亮星星闭上了眼睛。Go away with you tonight。不喝了，不喝了，到家了，到家了，你喝多了。我喝来，到家了。到家了。不是都在敬我酒吗？还要喝。到家了，他们都走了。都走了，到家了。你今天开心吗？我也特别开心，我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结婚这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要哭呢？是不是？想不想来点更开心的事情？礼金一共是5.9万，然后你爸妈那边给了5万，我爸妈那边给了6万，我妈说她那边还收了2万，也都给我们，7七8八算起来，我们不光打平了，我们还盈利了。对这钱有什么看法？
觉得你数钱的样子好帅啊。我觉得呢，这个钱以后还是要找机会还给你爸妈。另外，你爸妈还有没有多花什么钱？花了。这里就是我妈给我全部的爱。当当，喂。要不，明天我再帮你收拾吧。嗯。那你早点休息。嗯，晚安。晚安。你就放着吧。晚安。小诗，你能发现这张字条，就说明你在整理妈妈送给你的嫁妆。妈妈想对你说，从你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妈妈要谢谢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时光。今天，我的女儿结婚了。看到你穿上婚纱，手捧鲜花，妈妈真为你感到幸福和踏实。这么久以来，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婚姻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能照顾好你，保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妈妈很自责的。和你爸爸结婚这些年，妈妈一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妈妈这次自己去给人家当小时工，攒了一些钱呢，只能给你置办这些嫁妆。这是妈妈的一份心意。如今，我的女儿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你放心，不用担心我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想办法不再让家庭影响你的生活。记住，妈妈永远爱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好了，别哭了。
醒了。我去洗漱一下。卖房子，房子住的好好的，卖它干嘛呀？你住的好，我住的不好。以前没跟你提这事儿，是因为孩子，我不想折腾，我也没钱折腾。其实啊，我对房子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什么大小呀、地段呀、装修啊，我都无所谓。我就2个条件。一个呢是离小诗近一点，2离楼上那位住得远一点。胡小梅同志啊，你最近有点膨胀啊，你是不是感觉自己飘乎乎的啊？哎，你干嘛去啊？上班。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小诗结了婚，这班咱们就不上了。以前上班，我是为了给女儿攒嫁妆，现在我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哎呀，行了行了，不去了。跟你说好了啊，中午12点，我在小区门口的那中介公司等你。你还玩真的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我会等到你1点，你要是不出现，咱俩离婚啊。你就会拿这威胁离婚。合生元奶粉激发内在保护力，宝宝皮实有活力，妈妈操心少。合生元邀您精彩继续。昨晚我会为我昨晚的事负责的。昨晚没发生什么吧？发生了。昨晚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作为一个男人，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感受。其实没事。昨天大家都挺累的，又都喝了酒，以后有机会表现得更好。秦律师，我喜欢你。I like you too。我说的喜欢是男生对女生的喜欢。你愿意让我做你男朋友吗？你刚刚说你喜欢我，你确定你不是因为酒醒了你说喜欢我？我确定。真的确。感受到我喜欢了吗？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我们是假结婚对吧？没错。我要跟你道歉，我之前跟你发脾气了，还有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没关系，我理解。你的电话。
等一下再起。爸，儿子啊，这个当归红枣老鸭汤补补哦，还有这个小鲍鱼红烧肉啊，这个海蛎子炖蛋，等一会儿啊，还有小米粥炖海参。你妈今天可是下了血本了。这个小琴咋没来啊？哦，她工作忙，我一会儿帮她打包。来，刚刚结婚，忙什么忙呀？小琴没有请婚假呀。你们打算去哪里度蜜月呀？有没有想好？对什么啊？她工作忙，走不开，不去了。哎呀，再忙，这蜜月也是要度的呀。对呀。去那种有海边的地方，白天嘛晒晒太阳，晚上嘛听听海浪的声音。一个星期辛苦辛苦，说不定回来啊就有了。有什么啊？你们不会还没有计划吧？啊？现在呢，结婚这一关已经过了，接下来肯定是孩子。如果碰到催生问题，请问怎么回答？我们刚结婚，还没有计划要孩子。回答错误。以你妈妈的个性呢，你这样回答会引发无休止的后续，所以正确答案是。妈，其实这件事，我跟秦师早已经商量好了。秦师呢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所以我们要尽快要个小孩。我早就说嘛，他会有计划的，你就别催了。哎呀，小琴肯生，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对呀，我是怕他工作忙，事业心重呀。本着优生优育的原则，我和秦师现在已经开始调理身体，调整作息，什么 DHA 叶酸早已经吃了起来。为的就是要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对，没错，挺重要的。来，你现在就吃。现在就开始补啊。这个好，这个食材都很新鲜的，多吃一点啊。调理身体这种事呢，短则半年，长则1年。到时候咱们一定会比父母更伤心、更积极、更志在必得。到时候如果还是怀不上孕的话呢，他们还会反过来安慰我们。哎呦，奶奶，哪能是你啦？哎呦，你怎么回来了？哎，就你一个人啊？杨华呢？怎么了？你们两个不高兴啦？哎呦，刚结婚呀，这……哎呦，怎么了呀？到底你跟妈妈讲呀？啊？哎呦，你急死我了，奶奶。哎呦，奶奶，哦，好，奶奶，一碗鲜虾的，一碗荠菜的。你干嘛啦？这样吼着妈妈。那一会儿吃饭你也这样吃啊？就这样吃。哇，这样能吃饭的。妈妈。我爱你。哎呦。哎，奶奶，你跟妈妈说实话哦，你是不是闯祸了啊？然后你爸爸给你出怪招，让你这样来吓唬妈妈。妈妈，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无条件支持。真的？
那好，妈妈要卖房子，支持。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啊？无条件支持你。良心发现，你要当乖乖女了啊？那要是你爸爸不同意怎么办？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瞎说，你爸又没对不起你的了。唉，那你说怎么办？我跟你爸爸离婚。哎，囡囡，要是妈妈真的跟爸爸离婚了，你怎么办呀？那我就跟着你，做你的拖油瓶。你这叛徒！您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妈要卖房子呢，从动机到理由到可行性，这都没问题。你要是反对，你说出你的理由；要是合理，我去说服她。这房产证上写的是刘艳的名字。那，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和你爸爸的离婚协议书。离婚的时候呢，你爸爸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有一件事情他肯定没有给你讲过，你们现在楼下住的这个房子是我买的，房产证上写的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刚刚离婚那会儿，你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房子，那我们总做过夫妻吧，我不能那么狠心让他没有地方去，所以就让他住着，直到现在。我也不是不想搬出去，我想攒够钱，买一套房子搬出去。结果呢，他们那个团没有什么演出，效益差是差得一塌糊涂。你爸爸那点工资哪里够负责那些人的工资呢？哎，倒是后来他赚了一点钱，你爸爸一个好的不得了的朋友借走了。他说要下海经商做生意，让你爸爸当股东。你爸爸脸皮薄啊，自然就借给他了。你猜后来怎么样？亏了。你再猜？人到挣了。是那个好的不得了的朋友欠了银行一大笔钱，还不出来跑了。你爸爸是股东啊，自然有连带责任，根本所有的钱他来还。这么多年，我大哥二哥每月补贴给你的那些钱，还有我给你的那些，不会都用来还债了吧？没有啊，你上高中的时候钱都还完了。那就算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攒钱，现在怎么着也该有一套首付的钱了吧？我跟你妈都退休了，人银行不给贷款了，你光有首付怎么够啊？当年我跟陶俊辉分手的时候，房款给人家退回去一半，那钱哪来的？一半是存款，一半是借的。跟谁借的？当然是跟我借的了。那个时候文斌还没评上副教授，工资嘛就那么一点点。他那个女儿嘛，哎呀，死了活了要赶紧出国。你爸爸一着急就来找我借，5年，30万总有的。啊，所有借条我都在的，你要不相信，我拿给你看。小诗，你让我冷静一下。这事我大哥知道吗？我二哥呢？还行，吴小妹同志不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啊。这事不能让你妈知道啊。我妈跟你结婚30多年，从法律上讲，她有权知道这个家的债务情况。你要是让她知道她对这个家的了解还不如您前妻，哼，她会怎么想？她得多难过呀！我是不想让她再操心了。她这么多年跟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是她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她已经受这么多委屈了，她想离婚，她早就离了。你想想，她为什么跟你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呀？算了，归根结底，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还是你们俩要共同面对解决吧。想发火就发啊，痛痛快快发。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年你爸为什么那么抠门儿，那么舍不得花钱。
你说啊，一个电水壶那才多少钱呀？咱家那电水壶有点不好用了，他就是舍不得买一个新的。还有，家里大衣柜那门都掉了，那天我跟他讲，让他找个人去修修，他自己给对付上了。老秦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们家还欠楼上那个多少钱没还呀8万，本来要还上的，这不是小诗这个礼金一弄就还差点。礼金不要了，都还给你。我不是那意思。小诗，还什么还呀？那咱家除了这点钱就没有别的钱了吗？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还有30多万在银行存着呢。我想着呀，我肯定走到你妈前边，我总得给她留下点钱吧。什么呀？嚯，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都是我这些年东攒一点西挪一点攒的呗。哼，在我爸这种铁公鸡眼皮子底下还能藏出私房钱来，厉害。囡囡，喏，拿这些钱去给他那钱还了。这不够啊！我补啊，剩下的我来补，给他还。你不生气吧？我生他气呀，我生得起来不啦？他欠人家钱，那也是为了咱家。他瞒了我这么多年，不也是怕我担心吗？当初我嫁给你爸的时候，他跟你外公保证过的，说这辈子一定会对我好，不让我操心，也不让我出去工作受累。这2点他倒是都做到了。哎呀，气不起来的。哎呀，夫人啊，让您受委屈了，我给您赔礼吧。哎呀，好了好了呀，老秦啊，我跟你讲过的，我也不图房子大，也不图什么装修豪华呀、地段好啊，只要有你有我，咱俩有个地方就是家啊。对呀，太棒了。哎呦喂，不生气了啊，都是我不好，不给你赔不是。那你答应我了，明天咱们去找房子啊。胡小梅同志，看起来你很固执啊。我这边差不多结束了，你那边呢？我这边也快搞定了，你爸爸那边呢？你简直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天哪！我们家的房子竟然不是我们家的，回头再说吧，一会儿见了面说。要办你办啊，我可不办，我这么大岁数，我折腾不起我。老秦，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只要我们在一起，住在哪里都可以的，就是不能住在这里。为什么不可以住这里啊？我在这住了40年了，你在这住了也30多年了，怎么就不能住？怎么就不能住了呢？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吵啊？你，小诗啊，要不你跟你爸爸讲，要么他跟我搬家，要么我跟他离婚。又来了。以前我不知道嘛，也就算了，现在你再让我像个没事人似的，住在刘燕的房子里，我做不到的。
开发商跟我爸认识，让我们随便挑，看中了价格给内部价。这个房子的位置在内环，而且都是别墅区，会不会很贵啊？这个你放心，我爸说了，全力支持。我出门之前，我妈偷偷跟我说的。可是咱俩结婚，为什么让你父母支持呢？陶叔叔，我知道你要强，但是我爸妈想让我们轻松一点，也没什么问题吧？再说了，我爸就我这一个女儿，他的钱都是我的，现在给以后给，不都是一样的？走吧，先进去看看。走。这户型我太喜欢了，太舒服了。这套多大呀？这套258平米，有4个卧室。怎么样，喜欢吗？挺好的。如果今天下定金的话，我们还会送您全套的定制家居。你们的户型和房屋设计都挺好，不过我们还得商量商量。嗯，谢谢啊。不客气。挺好的呀。菲菲，这套房子太贵了，我们买不起。我知道你爸爸妈妈想帮助我们，可是人有多大能力办多大能力事儿。这套房子已经超乎了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对不对？那我们能住什么样的房子啊？我们2个人住个2居室就可以啊。等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我们再换更大的。别总想着一步到位，一步一步来，不更有赚钱的动力吗？俊辉，其实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都没关系的。我就是不想让你太辛苦。你说干啥不辛苦吧？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奋斗，一点都不苦。你就为了你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奋斗啊？那我的理想目标不就是让我以后的太太不后悔嫁给我吗？那你这个目标有点大，你可得好好努力。大吗？大。我觉得一点都不大。那你加油。别担心了，这件事担心也没有用。你说我们家为什么就不能跟其他人一样呢？为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一吵就行了，一定要是这种核弹级别的。现在好了，他们俩开始冷战了。我妈决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我都知道她这个脾气，我们爸怎么就不能迁就她一下呢？我真是。那你想好怎么解决没有？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情我肯定站在我妈这边，我把她接到我的房子来，然后我再出去租一套。我这2年努力，多接点单子，争取攒个首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跟你妈说了？我跟我妈说了。你妈怎么说？她当然同意了。我不同意。为什么呀？你们2个刚结婚，我们就住到你那儿去，让你们出去租房住，那叫什么呀？再说，万一让杨华他们家里人知道了，人家怎么看我们呢？啊？你不是看不上他们家吗？你还管人家怎么看你？哎呦，那不是以前嘛，你没结婚的时候呀。现在你都跟人家结婚了，那我们总希望你能好好过日子的喽。我跟你讲呀，囡囡，我们当父母的，不管以前再怎么反对，再怎么不愿意，你们既然已经结婚了，我们还是希望你啊能够好好跟人家相处的。总不能因为我们老2口，让你们2个小2口闹矛盾吧？不行，绝对不行。租房的事你们再等一等。怎么了？我想工作了。你要工作？
你不是不想跟你眼中那些所谓的蠢货共事吗？因为有工作才能贷款。你要贷款干嘛？买房。你要买房？你的房子让你妈妈住，我买个房子我们俩住，不用半年，这样就不用折腾租房子了。很多女人都会被一句“我养你”打动，然而对于我来说，接下来要听到的，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其实这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我跟你说就是为了撒撒气，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用为了我改变你的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我希望我在乎的人因我而幸福，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如果我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为什么不呢？对了，我爸给你介绍了个客户，周一去律所找你。什么客户啊？姓丁，我爸的老朋友。这个丁总可不是一般人，你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保证完成任务。我爸说了啊，他可是个长期客户，你要是搞定了，说不定是座金矿。你爸还说什么了？我爸就说让你好好努力，然后给我买房。放不下，谢谢。没事。你好。你好，我姓丁，约了你们这里的陶律师。好的，丁先生。老丁，米思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哎呀，我就知道小秦律师是不会在那种小律所里待太久的，一定有更大的事业。还是你了解我。说吧，这次来什么事儿啊？又要离婚啦？这就是你的不对，怎么一见面就说人家的伤心事？现在的小姑娘一个比一个凶，我是真心喜欢他们的人，他们也是真心喜欢我的钱。哼，这说来说去，都得怪你。怪我？假如你肯答应嫁给我，我又何必离4次婚呢？你说是不是？你个老丁啊，离了4次婚还不乖？只要你肯答应，我保证乖。秦诗和杨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啊，他们其实不太想办，但双方父母都觉得要好好办。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相爱的年轻人在谈婚论嫁的阶段，的确会发生很多的矛盾，比如说彩礼到底要不要给多少，婚礼要不要办，到底该怎么办，等等等等，双方总是能吵起来，甚至闹到分手的地步。很多人在想象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就觉得婚姻就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别人都是没有矛盾的啊，常常是只有我们才遇到了这么奇葩的父母，我们遇到了这样奇葩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吵架。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从恋爱走到结婚这个关口，它真的是有很多的矛盾激发出来的，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就曾经讲过，其实新的婚姻的开始就是伴随着原来家庭的解体，所以这个过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顺利。我自己就有一对朋友，他们其实爱情走得还挺顺利的，但是在结婚的时候就对于礼金多少起了争执，后来又吵到底在哪里办婚礼，是在老家摆流水席呢，还是找个高级饭店？虽然最后两边勉强同意办2次，结果最后还是因为到底是先在家里办还是先在饭店里办，最后就吵崩了。其实他们反复在追问，到底是你家更重要还是我家更重要？我们俩结婚了，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到底是跟我形成了我们，还是你跟你自己的父母会更紧密？所以在结婚的那一刻，是我们从浅层关系走向深层关系，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在所难免。我们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要跳出对和错之间这样的框架，我们继续寻找怎么建立新的我们这样的第3条道路。
忘记没有关系，就变得一起，别放弃。你又在做梦，不知道。那一天的他。